美伊之战打到现在，海空战场上爆出了2个足以载入人类战争史册的首次，一个是天上飞的以军的 F-35I， 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伊朗的雅克130，这是 F-35服役以来首次击毁有人战机；另一个是水里游的，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在印度洋深处一发重型鱼雷，直接把伊朗的纳德号护卫舰送进了海底。这也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军潜艇首次在实战中用鱼雷击沉敌方战舰。那么这2个首次意味着什么？期间发生了什么？咱们先来说说天上的事儿。3月4日上午，德黑兰上空防空警报大作，以色列国防军随后高调地宣布 F-35I 成功拦截并击落了一架伊朗空军的雅克130。这事儿挺有说法的。F-35从2015年服役到现在，打过的仗不少，扔过的炸弹也挺多，但它的空战战绩表上一直都只有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不管是英国的、荷兰的还是以色列的 F-35都是如此。现在 F-35I 拿下了空战一血，也算是开荤了。这也是以色列空军约40年来首度执行飞行员对飞行员的空中击落任务。以色列空军上一次成功击落敌方有人驾驶战机，还要追溯至1985年11月24日，当时在黎巴嫩上空，一架以色列 F-15击落了2架叙利亚的米格23。此后40年的时间里，尽管中东地区冲突不断，但空中击落记录再没发生过。至于这一次怎么打的，火力军觉得没什么细说的必要，用空战这个词有点抬举伊朗了，这纯粹是单向屠杀。在实施狂怒行动开始后，伊朗地面防空系统被打残了，只能派一架雅克130紧急升空，结果刚露头就被 F-35I 给盯上了。结果如何，猜都不用猜。F-35I 那是第5代隐身战机的标杆，雅克130俄罗斯的一款亚音速双座高级教练机。你没听错，它本质上就是个带土地用的教练机，也可以客串一下轻型攻击机，最高速度只有 0.93 马赫，连音障都突破不了，更别提什么隐身设计、多功能雷达了。面对 F-35I， 雅克130根本打不了。F-35I 直接在视距外利用先进的传感器套件锁定了目标，然后舒舒服服地发射了一枚 AM-120， 或者是以色列自研的德比导弹。雅克130没有加力燃烧室，机动性和能量恢复能力极差，就算它的雷达告警器响了，飞行员想跑，那点可怜的亚音速也根本甩不掉导弹。结果就是伊朗飞行员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摸着，就在半空中化作了一团火球。出现这种情况，火力军并不意外，伊朗空军与防空太拉胯了。在实施狂怒行动启动的48小时内，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机就像进自家后花园一样，把伊朗的防空网撕碎了。不管你是俄罗斯进口的 S-300， 还是伊朗引以为傲的国产巴瓦尔373，在 F-35和各种电子战机的压制下，通通变成废铁。没办法，以色列空军这边拥有超过340架现代化战机，包括30多架顶配版的 F-35I， 以及一大票经过深度魔改的 F-15I 和 F-16I， 飞行员都是在实战中喂出来的老鸟。美国就更不用说了， F-22、F-35、F-15EX 不仅隐身技术全球第一，背后还有庞大的预警机队、空中加油机、天上的卫星网络，还能提供系统化的作战支持。伊朗空军这边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冷战航空博物馆。伊朗虽然账面上有大概231架战斗机，但骨干力量是什么？是半个世纪前巴列维王朝从美国进口的 F-14、F-4 和 F-5，这些爷爷辈的飞机能飞起来，都已经算地勤人员的手作能力强了。航电系统严重过时，根本没有现代化的电子对抗能力。在冲突的初期，伊朗的那些 F-4和 F-5，很多甚至连跑道都没上，就被美以联军炸毁在地面上了。伊朗虽然也有点米格29和苏24，但在美军的电子战机面前，跟睁眼瞎没区别。至于雅克130，伊朗心里也憋屈，本来想买苏35，结果种种原因没能快速形成战斗力，只能先把雅克130拉过来，一边当教练机培养新飞行员，一边硬着头皮让他挂着导弹去客串防空任务。结果可想而知，空中打不过就算了，伊朗在海上也处处受限。一艘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在印度洋的国际水域使用一枚 MK48 重型鱼雷击沉了一艘伊朗的主力战舰，这是自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潜艇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鱼雷击沉敌方战舰。被击沉的倒霉蛋属于伊朗海军南部舰队的骄傲，一艘名为德纳号的目击级护卫舰。冲突爆发的时候，德纳号刚刚在印度参加完演习，正大摇大摆地航行在印度洋上，准备打道回府。可能伊朗舰长还天真的以为自己身处远离中东的国际水域应该是安全的，但他根本不知道一艘美国的核潜艇早就盯上他了。在接到开火命令后， MK48 直接撞断了纳德号的龙骨。五角大楼公布的视频记录了这一幕。视频里，纳德号被击中的瞬间，整个舰尾被巨大的爆炸力量硬生生抬离水面，
随后舰体从中间断成2截，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沉入了印度洋。事故发生后，斯里兰卡海军收到了求救信号，并作为第一响应者赶往现场，但救援力量抵达时，该舰已完全沉没，海面上只剩下漂浮的油污、碎片以及绝望挣扎的船员。除了德纳号，伊朗还有一种更先进的双体护卫舰，叫苏莱曼尼级，在阿巴斯港被炸毁。在发布会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故意混淆视听，把在印度洋被击沉的这艘德纳号也戏称为苏莱曼尼号战利品。他甚至在镜头前嘲讽说，我猜我们的总统算是把苏莱曼尼解决了2次。一场冲突这2个首次绝对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战争形态发生根本性演变的信号，标志着美以联军在实施狂怒行动中已经完全夺取了绝对的制空权与制海权。雅克130的坠毁不仅是伊朗损失了1架飞机，更是打碎了伊朗想要依靠落后装备抵御美伊空袭的想法。往更远的地方考虑，F-35实战击落有人战机，宣告了第5代战争的全面降临。这件事彻底证明了隐身战机的实力。未来的空战不再是像《壮志凌云》里那样，双方飞行员靠着高超的驾驶技术在天上近距离搏斗。空战已经变成了纯粹的系统对抗，只要我掌握了电磁权和隐身感知能力，就可以在几十上百公里外像玩游戏一样把你抹除。美军核潜艇在印度洋的鱼雷手杀也意味着战场的扩散。以前大家觉得中东的战争就应该局限在波斯湾这种传统交战区，但现在美国用实际行动告诉伊朗，哪怕你的军舰跑到斯里兰卡，跑到印度洋也无济于事，随时都能对你进行远程清零。就像赫格塞斯说的那样，伊朗海军已经被摧毁、被消灭，陷入了无效状态。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随着美以的打击，下一个被打破的首次会是什么？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板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